武将国甲这样一个题材，其实多数是以男性为主流的啊，包括我们所分享过的很多类似的产品。但实际呢，在历史上或者说在文艺作品中，也有很多突出的这种女性的形象，包括女将，是让人津津乐道的。乐子是小秦儿大，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毛牌棋。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来自于 MRZ 最新出品的一丈青扈三娘。其实一丈青这个称呼并不是对于颜色的描写啊，更多的是对于这个修长的身姿以及姣好的面容的形容。原文中对于扈三娘其实会有一些金甲映红纱的类似描述，但是后世中对于三娘的一些绘制呢，更多的采用这个青色啊，凸显她这个柔美的一个风格。因此呢，这次也分为了两个不同的配色，两者在造型上啊，外甲部分基本一致，除去一些小的配饰略有不同。红色的这款视觉上立体感更强，尤其它黑色这个边儿啊，凸显整个轮廓。我非常喜欢它这个腰封这里啊，有一些类似于花瓣的红色织物的那种感觉，视觉上收得更紧。青色的呢，颜色一体性更强，整体呢是凸显那种柔美的一个感觉啊。两者呢各有千秋，配色上呢就看你自己的一个取舍了。然后在外甲的部分，这次和上一款的那个关胜一样，整体风格呢还是围绕这种浓墨重彩的一种画作的绘画的形式。在这个胶甲上，主要想描绘出三种不同的质感，一个是这种金甲本身的这个甲片，再一个呢就是它这个皮质仿皮效果的包边，还有呢就是镶嵌的一些珠宝。在这三种不同的表达上，用了不同的那种涂装效果，比如这个宝石更多一些珠圆玉润的感觉。皮质的效果其实在这个黑色上面会比较明显，因为它这个色差很重，那种真实皮料的效果，你结合着它身上其他这些真正带子去看的话，也不会觉得违和啊。我很喜欢它腰间这个狮子头，应该是有参考很多原文对于这个三娘出阵时候的一些描述的，做了一些刻画回到这个产品上。甲的部分先不多说，这款产品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多关注的是头雕这个部分，尤其这种美女的刻画上是要比其他头雕更难的。这一次呢，又作为一个古代的女将题材，更加稀少一些啊，在这个市场上。这两款的话，在相貌的刻画上，它是有坚持古典的传统的那种风格的啊，没有做的很现代，就是我不知道说的描述的准不准确，对，没有做很科技，是符合扈三娘本身这样一个形象的。对于她的英武刻画，会强调五官的立体感，古代所说要有一点男相那种感觉，这个头是有想到这些方面。妆容的刻画上，这个眉毛你仔细去看的话，从它中心部分向两侧变淡的这样一个过程。嘴唇部分相较于官图的话，其实是有一个个人觉得是加强。参考官图的话，或者说之前的那个产品的话，它这个嘴的部分会涂的更红、更厚重，或者说更水润一些啊，就那个反光的光泽很强。你作为一个女性头雕当然没问题，但是作为女将来说，还是素雅一些，更符合这样一个形象。之前那个头我有拍啊，更新之后的效果更搭配这一身戎装啊。然后在发型部分，还是考虑到它的一个身份吧，比较利落，很干脆的这种盘发，上面用了这个包头，像这个头冠的话是一个软胶，你可以向中心去捏一捏，加强一下它扣紧的一个力度。包头摘下来的话，里面就能露出本身的这个发髻。
当然，这次头雕也具备一个可动眼的设计啊，你在玩的时候参照一下说明，我这里简单跟大家讲，最好是捏住这个后脑部分，你可以借着这个发髻发下力，向下去扣啊，从下巴这里把它摘下来，打开的话，里面就能控制这个可动眼了。合上的时候，它也是个强力的磁吸，所以你看它这个缝隙部分其实维持的还是比较好的。再一个呢，产品本身的素体部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之前那个城市少女啊，我有讲过的，它的纯包胶的一套素体的这个结构。三娘的话也有用到那个身体，这个你透过外甲去看的话，可能不会有一个很鲜明的感受但是如果说你想动手把这个甲往下拆一拆的话，你再看到里面它那个身材的话，就会体会比较明显啊。里面这套素衣在搭配着较好的身材，而且你也可以采用一个半着甲的形式就是把下面这些裙甲留一留，更凸显出它这个肩膀啊、身姿啊，也是很漂亮的一个设计。而且像里面你拆掉外甲以及这个腰封的话，里面还会有一个这个腰部的没有马虎啊，还有像它袖口这个设计，这个绳子也是直接做在了袖口上，方便你去定位它的。你拆下来的话，也可以做一个飘带作为展示。当然，在玩的时候也要注意，掰这些关节的时候，不要太过于粗暴，找准方向再做弯折，以免损坏里面的这个结构。腕部关节包括脚踝部分，因为也都是钢骨的那个球头的结构所以在耐久度上、紧实感上，个人觉得也是不错的一个体验。然后在这个手型上也有继承城市少女的一些设计我是蛮喜欢，其中有一个这个笔叶的造型你把它替换上的话，就会营造出个啥效果呢？感觉像是那种演员的片场那种抓拍一样的一个感觉蛮有趣的。然后同样的也会给你搭配一套脚型替换上，做一个不着甲的状态，稍微露出一点是很合适的。脚的部分在玩的时候可以先给这个脚型加热一下一定要把这个关节压到底它这个紧实程度是非常好的。不过你正常去安的话，不是很用力的情况下，可能只会连接一半就容易松脱。然后在其他服装上也有不同的搭配，首先是斗篷，都是对应本身铠甲颜色的一个设计。前方这个小龙头呢，和上一款关胜一样，可以给它更好的固定在前胸，会有一个好看的垂感。戴上披风之后，戎装效果会更强。除去披风以外，还有各自不同的袖衫的设计两款除了颜色不同以外，材质上也有区分。红颜色的话，因为本身这个张力就很足了红色呢其实用了有点像鸡皮绒一点的这个质感你套上去的话不会觉得特别的扎眼。然后青色这一款呢，用了一个亮面的材质去补充它这个色感，就让这个饱和度更强一些。然后在武器的搭配上也是对应原著，会有2把佩刀，这个颜色呢是跟着本身人物外甲这个鸭皮这个颜色来的刀鞘以及刀柄这个部分仿皮的那种皮纹的效果，拔出来的话同样做了金属，这个尖玩的时候小心，很锐，本身刀这个强度是没有问题的。铁链上端会有一个专门的挂钩，直接扣在腰带上就可以了。腰带偏厚一点，所以你在玩的时候可以稍稍用一点力。除去双刀以外，还有额外的长绳或者说套索。出场的话会给你打好结，如果你不想去摆什么造型的话，也不用拆开。还有3枚爪刀你放在手中握持也好，也可以穿到这个绳子的尾端，这种长距离的武器最后是专属的支架以及地台，前端也能看到金属的名牌，上面有1丈青扈三娘。豪华版本会附带一个马匹以及地台还有古典马具的一个搭配我直接把这个马具安好再跟大家进行分享和上一款关胜一样，也是一个动态动感的造型，跃马半腾空的状态，白马的造型，整体会更柔美柔和一些因为 RVRZ 本身对于动物的这个把控在业内是比较强的马匹不用多说像它表面这些皮毛鬃毛肌肉的一些刻画都很好很不错。你看它前后肢关节附近都会有一个小疙瘩对于马来讲，这个叫做腹缠。
哦，这边也蛮好。大概在哪个位置呢？大概在你看，在这个位置，在它关节这个位置。马术的科普节目。对，就大概在这关节上下啊，会有一个小包包啊，这个东西正常马都有。就这个结构。对，叫做腹缠。推测的话是，一个是可能说是汗腺的形成一些像结节一样的这种东西啊，还有可能是远古时期这个腹缠其实是它指甲的一部分啊，对，曾经有一个像拇指一样的结构。然后腿在奔跑过程中拉长，然后腹缠退化，在这个腿上变成一个小疙瘩啊，比较可贵的啊，这算一个细节。你看像它这个蹄子内部啊，包括蹄铁这个造型也都有做出来，就不多说啊，这个马每次都会觉得很不错。马具这个颜色搭配上，我个人是觉得要比之前的更成熟了，饱和度同样很高，但是用了这种冷色调，蓝色加上花朵一个搭配，整体呢还是那种很古典传统的我们喜欢的那种造型，搭配上三娘之后骑马出阵的女将形象，全高也是达到了47厘米啊，长度呢是37厘米，宽度大概22厘米，仅供大家参考。想要保持这个骑马的姿态的话，还是要预留出来一个比较大的空间，整体的气势上非常的棒。还有呢，就是这个马头和上一款关胜一样，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搭配一个不同的朝向。整款产品在个人体验上尤其这个甲胄，相比于我在展会上看到的，还是有很多提升，质感上更强。头雕部分，尤其是这个发型后面发尾处多加了2条啊，看起来就更加匀称。玩法上，相较于之前的卢俊义以及关胜，外搭的或者说袍子的替换上更加简单，你可以很轻松的进行一个全甲的展示，更加便捷。多一点动手能力的话，也可以去实现不穿甲的一个状态。里面搭配这个比较成熟的包胶素体，还是会有一个好的展示效果。也能通过这个产品感受到制作人对于水浒这种喜爱。因为扈三娘其实在就是众多的这种水浒的玩具中，反正是我接触的头一个。后续更加期待霹雳火秦明还有呼延灼。目前展示的一些效果，还有类似于概念图的表现上，视觉语言更加的成熟了啊。这2款我还是非常期待的。总而言之，三娘这样一个形象在国甲的题材中相对还是比较少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精良的女性的人偶在这个玩具的市场上啊。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